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16日星期三，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联邦取消对完全接种疫苗的旅行者在抵达前的 COVID PCR 检测要求。目前，旅行者需接受阴性的快速抗原或 PCR 检测结果，以满足入境要求。这些测试需要由实验室或医疗保健实体管理，在家进行测试将不起作用。加拿大将在本月底取消对完全接种疫苗的旅行者的抵达前 COVID 测试要求。只有那些在边境被随机抽查的旅行者才需进行 PCR 测试，但在等待结果时不必隔离。政府还将取消对12岁以下未完全接种疫苗的儿童的限制，并与完全接种疫苗的成年人一起旅行，这意味着他们将不再需要在上学或日托前等待。未接种疫苗的旅行者将在抵达时继续接受检测。此外，随着 Omicron 的传播继续缓解，加拿大将把旅行健康通知从3级降低到2级，这意味着政府将不再建议避免所有民众非必要的旅行。截至2月28日，更多的机场将能够接收国际航班。目前，只有18个加拿大机场允许接受国际航班。由于 Omicron 变体的性质具有高度传染性，边境管制对传播的影响有限。乘坐邮轮旅行时，政府还表示他们将制定计划。卫生官员们警告，尽管最新一波最糟糕的浪潮已经过去了，但仍然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如果未来出现变体，可能会重新评估病毒的变化。渥太华警方警告抗议者，镇压即将来临。据多伦多星报报道，渥太华警察周三亲自向停在国会山的卡车司机发出警告，他们分发了印刷的传单，理由是违反刑法以及联邦和省政府援引的新紧急权利。在加首都持续封锁的第20天，抗议者蔑视地迎接了双面双语传单的分发。司机们在国会山前的街道上按喇叭，在即将到来的镇压之前显得挑衅。联邦法律允许警察设置更坚固的障碍物，以建立周边，征用拖车等资源来移除车辆，并冻结车队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资金流动。公共安全部长 Marco Mendicino 表示，自由车队抗议活动，许多参与者认为这是对 COVID 卫生措施的合法谴责。车队由一个小范围的有组织的团体领导，该团体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通过他们可能希望使用的任何手段推翻政府。警方的警告标题为向示威参与者发出的通知，并引用了刑法、联邦紧急状态法和上周五发布的省级紧急状态公告。总理特鲁多周三在参加全国核心小组会议的途中告诉记者，我不会使用武力，但他表示，紧急措施赋予警方权力，实际上确保法律以相符合的方式执行。CBC News， 加拿大通货膨胀率升至 5.1%， 为199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一切都在快速上升，但能源、食品和交通的成本比大多数都高。加拿大1月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 5.1%， 为199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统计局周三报告称，如果将食品和能源等不稳定物品从数字中剔除，生活成本将以 4.3% 的速度上涨。但即使是这个低调的数字，也是可追溯到1999年以来的最高数字。杂货账单继续迅速上涨，在1月份之前的一年中，在商店购买的食品价格上涨了 6.5%， 这是自2009年以来最快的速度。食物并不是唯一变得更贵的东西。房屋建造的成本也在继续上升，因为过去一年的住房成本上涨了 6.2%， 这是自1990年以来最快的增长。汽油价格本月上涨了 4.8%， 现在比去年同期高出 31%。加拿大央行预计将略提高基准利率，这是指在控制失控通胀的众多举措中的第一步。加拿大并不是唯一一个努力应对高通胀的国家。大流行造成的供应链失衡，加上创纪录的刺激支出，共同推高了几乎所有地方的通胀。
美国1月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 7.5%， 为40年来的最高水平。虽然经济学家一直预计加拿大的利率会很高，但 5.1% 的利率高于彭博社调查人士一致预期的 4.8% 的数字。Tim Hortons 发出2022年价格上涨通知。什么都在上涨，我们熟悉的加拿大咖啡品牌 Tim Hortons 咖啡价格可能会上涨，因为这家受欢迎的连锁店的母公司正在努力应对不稳定的供应链、劳动力通胀和不断上涨的大宗商品成本。首席执行官 Jose Cil 表示，该公司的品牌包括 Tim Hortons、Burger King、Popeyes 和 Firehouse Subs， 近几个月来未能幸免于通胀压力和供应链挑战。该公司将继续通过分析一系列因素来管理定价，包括通货膨胀、商品成本、竞争对手在定价方面的表现以及地区差异。潜在的价格上涨来自 Tim Hortons 在 COVID 复苏期间的销售持续改善。在截至12月31日的3个月期间，咖啡和甜甜圈连锁店的可比销售额同比增长 10.3%。相比2020年同期，可比销售额下降了 11%。早餐类别的销售是该季度强劲表现的关键驱动因素，销售额首次超过2019年的水平。Tim Hortons 的复苏仍有增长空间，特别是在城市和郊区的交通尚未恢复到大流行前水平。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的销售额已超过2019年的水平。2021年加拿大最佳雇主。成为雇主和雇员是艰难的一年。由于大流行，加拿大的失业率大幅上升，从去年的 5.6% 上升到今天的 8.6%。尽管如此，许多公司仍然坚持不懈，特别是这些充满挑战的时期提供急需服务的公司。福布斯与市场研究公司 Statista 合作，通过调查为拥有至少500名员工的企业工作的8000多名加拿大人来编制我们的年度名单。参与者被要求评估他们是否愿意向朋友和家人推荐自己的雇主，并提名自己认为的可上榜公司。1. 思科系统公司从事与通信和信息技术行业相关的基于互联网协议的网络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制造和销售。2. 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平均而言，加拿大的变暖速度是美国的3倍，导致更多的冬季降水和热浪。最近发表的研究由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进行，概述了加拿大自1948年以来的气候如何变化。该报告发现，几乎可以肯定，加拿大的气候在过去1个半世纪里已经变暖。在这种变暖中，可能超过一半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3. Ubisoft。育碧是互动娱乐和服务的创造者和发行商，也是大片《刺客信条》和 We Just Dance 的制造商。该公司由 Guillemot 5兄弟于1986年在法国布列塔尼创立。4. 圭尔夫大学。圭尔夫大学位于安大略省，由麦克唐纳研究所、安大略省农业学院和安大略省兽医学院于1964年创立。该大学现在包括7个学院和一些区域地点和研究机构。5. 多伦多大学。6. 加拿大心理健康协会。7. 四季酒店及度假村多伦多。8. 可口可乐公司。9. 拉瓦尔大学。拉瓦尔大学位于魁北克市，是北美第一所法语大学。这所具有全球意识的大学成立于1663年，目前拥有近5万名学生，其中6000多人来自世界各地。拉法提供400多个学术项目，并与70个国家的大学建立了750个合作伙伴关系，每年获得超过2亿美元的研究经费。10. 魁北克水电。另外，好事多批发超市排第13位，加拿大卫生部排第15位，谷歌排第16位，微软排第25位，耐克排第28位，通用动力排第30位。拜登下令向国会发布特朗普白宫日志。
美联社，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向众议院委员会发布特朗普白宫访客日志，该委员会调查2021年1月6日的骚乱，再次拒绝前总统特朗普的行政特权主张。该委员会从国家档案馆寻求大量数据，包括特朗普一直努力保密的总统记录。向国会发布的记录是访客日志，显示了在起义当天被允许进入白宫的个人的预约信息。在周一发给国家档案馆的一封信中，白宫法律顾问 Dana Remus 表示，拜登曾考虑过特朗普的说法，即由于他在美国国会大厦遇袭时是总统，因此记录应该保密，但决定这样做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该委员会从1月6日开始关注特朗普的行动，当时他等了几个小时才告诉他的支持者停止暴力并离开国会大厦。调查人员还对骚乱当天早上华盛顿集会的组织和资金感兴趣，当时特朗普告诉支持者像地狱一样战斗。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中，集会的组织者与白宫官员是如何协调的？特朗普的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应对这一决定发表评论的请求。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了解、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请点赞、订阅及转发。打开小铃铛，您就能及时收到本频道的更新通知。足不出门了解身边事、本地事、天下事。下期不见不散哦。